金将军估计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能成为美国和韩国 play 的一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视频，就主人吓唬自家边牧啊，说隔壁小区的狗因为乱叫都被狗贩子偷走了。我觉得特朗普今天突然秀自己跟金将军的合影，有异曲同工之妙。8月17号，特朗普发社媒表示说，其实我阿美是不想搞军演的这不是让我朝鲜金兄弟感受到了不恰当的敌意了吗？然后还花美国人的钱，太不值得了虽然呢现在已经来不及完全取消演习了，但是呢已经下令国防部大幅的削减美军参演的规模。美韩演习弄了半天美国不愿意是吗？这不就是等于跟自家边牧说，你再乱叫我就去跟狗贩子交朋友了。估计现在南北两边都属于目瞪口呆的状态。北边一直以来就因为南边没有战时指挥权，将一切美方的敌对行为都等同为南方的决定。而李在明现在费这么大劲儿，又是强调半岛和平优先，又是计划修铁路经朝鲜到北京，又是削减韩检厅系统的这个权利，以便顺利推进战时指挥权回收的这个目标，就是想给北边释放一个安定的信号。美国是美国，我是我不必须将自身的安全和生存压在美方的战车上。尤其在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这一天李在明高调提出了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同时提出将根据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归属特别法调查回收被殖民时期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的这个非法聚敛的财产，追究其明确的历史责任，这些财产将被完全用于对摆脱日本殖民统治有功人士和对遗属的支持。这一手叫做半岛同仇敌忾。结果大统领一看呀，灵光一现，心想攀交情谁不会呀？我还有跟我金兄弟的合影呢这身份一下子就从倪永孝变成傻强了，敲打变成了争宠，这个真的是太欢乐了。而李在明现在的这一手追缴亲日分子历史责任堪称妙笔。因为在韩国亲日必然亲美，韩亲日派得以篡夺革命果实，就是在美军的默许下才能实现的。从李在明上任，我就很看好这位小国政客，因为纵观历史，小国的自主和大国的自主它是完全不同的意思。现在李在明实际上是精确的游走在了大国博弈的有限夹缝之中，为韩国的未来做出了很正确的筹谋。他在8月15号的演讲中提到，韩国正处于生死攸关的分水岭，是被巨浪吞噬还是抓住无限机遇跃升为引领未来的国家，取决于当下的选择。不得不说这句话的信息量非常大。那大家都明白他的前任尹锡悦，那韩国是怎么走到生死攸关来的显而易见嘛，无条件的甜美是被巨浪吞没还是抓住无限机遇？谁是巨浪？从哪儿来的巨浪？为什么它既可能被吞没又存在无限的机遇？说白了不就是不能站错队吗？站对了安全和发展都可以有，站错了就是跟已经日薄西山的前浪一起被拍死在沙滩上。剪除韩检厅的巨大权力本身就是对沉淀在韩国检察系统内的保守派，也就是亲美日的这个既得利益群体的一个大清理。同时呢，拔了韩检厅这个跟 CIA 和 FBA 穿一条裤子的这个钉子，李在明才有继续推进他的新选择的可能性。比如现在这个对亲日分子财产的这个追缴放在曾经韩检厅只手遮天的时代，那肯定是推进不了的。但现在有的是要取而代之的后起之秀。